欢迎收听《生命的光》，我们一起从基督教的视角来看世界。今天想跟大家深入聊聊一个蛮热门的话题，就是伊隆马斯克的那个 Neuralink 脑机接口哦。我们会根据一篇分析这个技术的文章，还有一些相关的问答资料，来看看这个技术，特别是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主题确实很值得探讨。Neuralink 的进展，老实说有点超乎想象。对啊，文章提到说，他们2025年有个展示，竟然是可以用意念来操控特斯拉那个擎天柱机器人。这听起来哇，根本就是科幻片嘛。没错，而且它不是只停留在酷炫展示。你看那个案例，诺兰他是脊髓损伤的患者，他竟然可以用意念玩那个马里奥赛车，还能控制电脑。真的假的？用意念玩马里奥赛车？对，还有像布拉德，他是渐冻症患者，也能透过这个技术跟家人沟通，甚至带孩子出门。所以这个技术是真的在改变一些人的生活。还有一个他们提到的盲视计划，这个也很惊人。目标是让失明的人可以重新看见东西。虽然一开始可能只是低解析度的导航，但他们最终希望达到多波段视觉。是，而且这个计划听说已经拿到了 FDA 的认证了。对，预计2026年就要开始人体试验。嗯，那这些让人惊讶的突破背后到底是什么关键技术？文章里有提到吗？有文章指出，关键在于所谓的通用大脑 I/O 技术，特别是他们那个 N1 还有 S2 晶片。简单说，就是大幅提升了我们大脑跟外部设备沟通的那个频宽。频宽就是资讯传输的速度跟量。对对对，就是那个意思。资讯量变大，速度变快，这样才能做到更复杂的即时控制，像是用意念打字啊，或是控制机器人这些。了解。技术本身很厉害，不过更有意思的是，马斯克他自己是怎么想的？资料里面有提到，马斯克他有个3层大脑理论。他认为，我们除了原本大脑的边缘系统皮层之外，其实手机、电脑这些已经算是我们的第3层大脑了。第3层大脑。对，而且他对意识的看法也蛮唯物的。他认为意识基本上就是神经元的放电活动的集合而已。哦，所以从他这个角度看，Neuralink 的目标就不只是医疗了嘛？没错，他的目标好像更宏大，就是要打通人脑跟数位世界的界限，实现所谓的人机共生。他甚至觉得这可能是未来人类面对超级 AI 时维持竞争力的方式。哇塞，人机共生！但他这种把意识看作纯粹物质活动的观点，这就直接碰触到一些核心的神学问题了。对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当科技发展到这一步，特别是这种直接介入大脑的技术，从我们信仰的角度该怎么看？资料里面呢，主要从几个基督教的核心观念来回应。第一个是管家职分，创世纪里面讲到，神造人是要人治理这地，管理万物。所以如果科技是用来恢复神原本赐给人的能力，比如说帮助瘫痪的人重新连结世界，或者让看不见的人能看见，那这可以看作是我们在履行神给我们的托付。就像诗篇说的，神让人管理他手所造的。对，就是这个意思。但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平衡点，就是受造物的谦卑。以赛亚书提醒我们，受造之物不能跟造它的主争论。科技的成就很了不起，但如果因此骄傲，忘了能力的源头是神，那可能就会重蹈像巴别塔那样的覆辙。巴别塔的教训。是的，所以资料里强调，所有的创新最终都应该是为了荣耀神。就像哥林多前书说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个受造物的谦卑原则很重要。不过这里有个实际问题，如果技术真的能带来巨大的改善，像那个 Blind Sight 计划，如果能彻底治好失明，那我们追求这种能力的界限在哪里？努力恢复功能会不会在某个点上跟谦卑有点冲突？这是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也是资料提醒我们要思考的伦理界限。答案好像指向我们的动机跟目的是什么。
哥林多前书13章不是强调爱是最大的原则吗？如果没有爱，就算有移山倒海的能力，也算不得什么。动机很重要。对，所以发展跟应用脑机接口的时候，一定要警惕潜在的风险，比如神经数据被滥用啊，或者它可能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甚至干预到个人的意识自主性。这些都是很实际的担忧。是啊，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靠人的聪明。箴言不是说要倚靠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吗？我们需要寻求神的智慧。想想看，神的形象，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概念，怎么样能引导科技发展的方向，确保技术是用来服侍人，而不是去掌控或者贬低人的价值。AI 或许能辅助我们，但它不能取代那个源自于神独特的灵魂价值。这样听起来，关键似乎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在神的秩序框架里面来引导这个技术的发展。没错，目标应该是在神的创造秩序里面寻求一种，可以说是协同进化。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追求科技进步的同时，必须始终尊重每个人的生命尊严，承认我们是受造的这个本分，并且把最终的荣耀归给创造主。协同进化，理想的状态是让科技成为促进人跟神、人跟人连结的工具，甚至引导人跟 AI 之间建立起真正和谐、合神心意的共生关系，而不是走向对立或者取代。就像以赛亚书说的，神能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成就行驶。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从这些资料来看，Neuralink 这个脑机接口技术确实展现了恢复人类能力的巨大潜力。这部分可以看作是符合信仰中的管家职分的呼召，但同时呢，它背后那种比较唯物的意识观，还有那种无限增强的可能性，也提醒我们必须要保持受造物的谦卑，要警惕伦理风险，并且始终以荣耀神和爱人为最高的依归。说得很好。最后，也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蛮值得我们一起深思的。当科技越来越有能力去修补，甚至未来可能去增强我们的大脑时，你觉得作为一个人的核心意义会不会因此而改变？这对你的信仰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